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新写真魅惑上线，熟女气质全开，氛围感让人沉醉。赵丽颖的写真引爆争议，从清纯到气场女王，她的蜕变是岁月沉淀还是团队包装？照片里的松弛与自信，究竟是活出来的真实，还是精心设计的视觉符号？这场风波折射出社会对女性魅力的复杂期待与质疑。赵丽颖的写真这次真是把人看得一愣一愣的。你说现在这娱乐圈，谁还敢说自己活得没底气？这组照片一冒头，像是给那种女人活成自己的话题上了一堂公开课。老照片全是清纯乖巧，这回直接变成了气场女王，西装一披，腿一伸，拐杖往墙边一靠，眼神还斜着来，像在对着镜头下战书。谁说过日子就不能潇洒了？有人说赵丽颖这是岁月沉淀，有味儿。可是还有人说这味儿太冲了，拍得跟调酒师在酒吧里使劲倒老酒似的，浓得能醉人，甚至辣眼睛。那么问题来了，女人的硬气和韵味真是熬出来的吗？还是被团队一顿操作包装出来的？不是我说，这套写真可真够意思，硬把熟女魅力拍得像武林秘籍，大家伙都想学。看看她那身拼色西装，深 V 开到胸口，下装短到大腿根，拐杖却又不失分寸，头发耷拉着，眉眼像是刚下班的老江湖，松弛又自信。有人说这才叫女人活明白了，但你要问照相背后有多少人上手？灯光师、造型师、团队策划，谁不是在贡献自己的手艺？照片里那根拐杖可不是随便拿的，是设计好的，挂在手里能让动作更显底气。西装边蹭着大腿，那点微妙的小动作，不就是摄影师抓住的瞬间吗？其实这事也有两面。有人觉得赵丽颖的成长是从农村姑娘到流量女星一路摔打出来的，每一次失败，每一个转型都成了底气的垫脚石。她以前的照片青涩拘谨，现在整个人像是都脱胎换骨了。可也有人说，现在时尚圈套路太深，什么松弛感、高级感，都是团队精心策划出来的，把人都包装成了产品。照片里那些自信，离生活还差着108000里。不过说到熟女魅力，也有人吐槽，这套写真其实就是给市场看的。现在流行松弛感，谁拍得自在，谁就能火。赵丽颖这波正好踩在了社会审美的热点上，大家都说她活明白了，活得自在了。可你仔细琢磨，多少是她自己想拍，多少是市场让她这么拍？不是市场需求，她会这么做吗？团队说一拍，大家就跟着拍，变成了流量密码。有网友留言，这组照片感觉不像是活出来的，倒像是照出来的。还有人说，明星有团队和资源，普通人哪敢这么松弛？平时自己过日子，哪有那么多底气和条件？赵丽颖能活成这样，是因为有平台和团队在后头顶着。普通人谁敢在家里披着西装靠着墙拍写真？顶多没事在院子里晒个太阳。再来看那几张白衬衫、吊带裙的照片，全在购物车或者沙发上，轻轻挑着眼尾。那种慵懒的劲儿，是摄影师拍出来的，还是他自己活出来的？说不上来。拍得好看是好看，网友也分成两派，一边说这才叫女人的自由，另一边说都是人设操作。有专家还特地分析到，这种松弛感、底气、氛围，全是团队运作出来的视觉符号，说到底就是给观众看的。有些粉丝很激动，赵丽颖终于活成自己了，但摄影师却说，这份松弛其实就是包装出来的，真要自在，未必会拍得这么精致。现在照片火了，评论区也炸了，前头刚夸完底气，后头就有人冷嘲热讽，说明星才有条件玩这套，普通人啥也不是。你觉得呢？照片里还有蕾丝薄纱、渔网袜、粉纱裙，
手指抵唇，眼神直视镜头，性感和分寸真是拿捏得死死的。有人夸是高级性感，说赵丽颖拍的既妩媚又不低俗，可也有人不买账，说这就是摄影棚的流水线产品，什么分寸感，都是设计师和造型师的手艺活儿，不是真正的自信。再说了，赵丽颖本身也有精力，有条件驾驭这种风格，但要说高级性感就是她本色流露，恐怕也夸大了。没团队设计，没市场分析，拍出来还不一定有这味道。到底是她本人的底气，还是摄影师的手艺，谁又能分得清呢？就像现在流行喝茶，有人说茶越泡越香，有人说是茶壶好，水好，环境好，谁知道呢？这事到现在也没个信儿。有人说女人只要经历够多，就能活成这样。另一派反驳说，明星的底气是资源和团队堆出来的，平头百姓哪有那么多机会松弛？大家都等着看热闹。评论欧一堆人在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专家也说，阅历能让人更有底气，但氛围感、高级感很难复制到每个人身上。明星成功是平台、团队、个人努力一起的结果。时间一拉回2024年6月初，赵丽颖写真刚上线，成熟气质底气十足成了热词，点赞量蹭蹭往上涨，社媒讨论炸裂。到6月中旬，质疑声出来了，说包装太过，拿老照片对比，指出这份韵味其实是设计出来的。业内也分两派，一边说是真成长，一边说团队包装。到月底，争议还没停。有人说这才是真女人的底气，有人打趣道，还是明星会玩，普通人还是老老实实过日子吧。整件事就像一面镜子，把社会对成熟女人的期待和质疑都照了个遍。有网友留言说，这组写真让我觉得，女人只要经历够多，谁都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但也有人反驳，明星的底气是资源和团队堆出来的，普通人哪有那么多机会松弛？专家们普遍认为，阅历确实能让人更有底气，但所谓氛围感、高级感，很难复制到每个人身上。赵丽颖的成功既有个人努力，也有平台和团队的作用。她的写真能火，并不是因为她比普通人更懂生活，而是她能在舞台上把这种成熟魅力表现出来。普通人也可以追求自信和松弛，但要拍出这样让人争议的写真，难度可不是一般大。说到底，赵丽颖这场写真风波，更像是两种价值观的对决。一边是活明白了才有底气，另一边是包装营销才有韵味。照片里的每一寸光影，都是岁月和团队的合奏。谁说女人一定要活成谁的样子？谁又能定义魅力的标准？茶叶要经过反复冲泡才有后味，滤镜也得多加几层才显高级。成熟不是谁说了算，也不是谁拍了就能有，光靠松弛感就能赢得掌声。怕不是把生活过成了剧本。有网友认为，赵丽颖的写真让人看到了女性的多面性，她既是经历生活的普通人，也是团队包装下的明星。不管怎么拍，她的底气和味道本就独一份。赵丽颖新写真魅惑上线，熟女气质全开，氛围感让人沉醉。这一刻，很多人又一次被她的美貌与气质彻底折服。很多时候，观众记忆中的赵丽颖还是那个笑容清甜、眼神清澈的少女模样。她塑造过无数深入人心的古装角色，也演绎过许多现代剧中的坚韧女性。但随着岁月流转，她的气质和魅力在时光的打磨中愈发迷人。这一次的新写真，让人们真正看见了一个蜕变之后的赵丽颖。她不再只是清新小花的代名词，而是完全展现出了成熟女性独有的风韵与气场。其实，娱乐圈中很多女明星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当她们走过少女时期，如何以新的姿态继续赢得观众的喜爱？赵丽颖的答案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她并没有刻意去维持所谓少女感，而是顺应了自身的成长，用更加真实的气质去诠释岁月沉淀下的美。新写真中，
她的眼神流转之间透着一种笃定与从容，这种从容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经历过事业的沉浮、生活的考验、角色的磨砺后自然散发出来的光彩。正是这种气质，让观众在她身上看见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这是一种无需言语的魅力。有人说，赵丽颖的美不在于五官的精致，而在于她身上那种极具亲和力的氛围。新写真中，她身着简洁又带有设计感的服装，整体造型并不过于张扬，却能在举手投足间透出一种诱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她对镜头的掌控力，也来源于她对自我的认同。她深知自己已经走过了少女时期，但她并不害怕年龄带来的转变，而是大胆去拥抱成熟女性的魅力。正因如此，照片中的她不仅仅是一位女演员，更是一位懂得如何与岁月和解、如何与自己对话的女性。如果说过去赵丽颖给人留下的是邻家女孩的印象，那么现在她则更像是一位拥有故事感的女性。她的笑容依旧动人，但更多了一份深邃与成熟。观众透过这组写真，能感受到她身上那份温柔与坚毅并存的气质。这种气质不仅仅是外表的修饰，而是从内而外的升华。它让人们看到，一个真正的演员不需要靠刻意的标签去定义，而是用自己的成长与变化去诠释新的篇章。而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她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而坚定。她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开始，一步步积累经验，用作品和演技赢得口碑，再到如今成为国内一线女演员之一。她所展现的不是运气，而是长期坚持与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正因如此，她的新写真并非单纯的外在呈现，而是一种内心世界的外化。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姿态，都透露出她的自信与底气。这种底气是无数个日夜打磨出来的。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人都容易被表面的浮华迷惑，但赵丽颖却用行动告诉大家，真正的美丽不是短暂的绽放，而是持久的沉淀。她的新写真不仅惊艳了粉丝，更让更多人意识到，女性的魅力从来不该被年龄限制。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会拥有更多层次的美。赵丽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的美丽与气质并非停留在青春的表象，而是随着岁月而愈发丰盈，愈发耐人寻味。这种转变也让她的职业道路更加宽广。一个能够同时驾驭少女角色与成熟女性角色的演员，无疑拥有更大的表演空间。赵丽颖通过这次写真传递出的信息，其实也是一种态度，她愿意不断突破自我，不惧挑战，去尝试更多可能性。未来的她或许会带来更多具有深度与张力的角色，让观众看到她多面的演技。她不仅是一个演员，更是一个在成长中不断重塑自我的艺术创造者。从观众的角度来看，这组写真无疑也是一种视觉享受。氛围感的营造恰到好处，灯光、背景与她的神态完美融合，呈现出一种极具质感的画面。这样的作品不仅仅是简单的写真，而是一种艺术的表达。观众通过这些画面，能够感受到情绪的传递，也能被其中的故事性所打动。赵丽颖的眼神仿佛在讲述一个属于她的故事，一个关于成长、关于坚持、关于蜕变的故事。最终，我们不得不承认，赵丽颖已经走出了属于她的独特道路。她不需要与别人比较，她的每一次亮相都是对自我的再一次证明。新写真让人沉醉的不仅是她外在的美，更是她身上所承载的力量与魅力。正是这种由内而外的力量，让她在娱乐圈中屹立不倒，也让她在观众心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位置。结尾的时候，也想借赵丽颖的这组写真，对大家说一些心里话。每个人都会经历成长与变化，都会从青涩走向成熟。或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害怕改变，害怕失去所谓的优势。但事实上，正如赵丽颖所展现的那样，真正的魅力不是停留在过去，而是勇敢拥抱现在。
年龄不是束缚，而是赋予我们更多可能性的礼物。只要心怀坚定与自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光彩。所以，亲爱的观众们，不妨从赵丽颖的身上汲取一些力量，去相信自己的价值，去珍惜属于自己的每一个阶段。无论你身处何种境地，都不要害怕改变与挑战，因为正是这些变化，才会让你成为更独特的自己。就像赵丽颖一样，她用写真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丽不是定格在某个瞬间，而是流淌在时光深处，愈久弥香。愿我们都能像她一样，在岁月的洗礼中，活成最好的自己。王一博的几秒钟，为何能成为全网难以忘怀的高光瞬间？一条短视频3小时破100万播放，王一博与香奈儿的联动引发全网热议。他穿着高定却自带松弛感，眼神里藏着你看不懂就对了的底气。数据飙升背后，是流量明星与奢侈品牌罕见的内容共鸣。那些不经意的瞬间，比刻意营销更戳人心。你循环了哪一秒？一条短视频3小时破100万播放，王一博那几秒真有点像凌晨大马路上的烧烤摊，明明周围冷清，结果越夜越热闹。有人说香奈儿和他这波联动像闹着玩，谁信啊？我一边循环一边琢磨，这几秒到底凭啥能让一堆人熬夜盯着屏幕发呆？别急着下结论，真相远比热搜复杂。那晚屋子静得连冰箱嗡嗡声都清楚。我本来想刷会儿短视频助眠，结果被一博那眼神卡住，像突然在深夜收到了外卖员的问候短信，有点突兀，但心里暖了下。他穿着香奈儿的高定，动作松弛，表情那叫一个克制，不是那种常规的我帅我自信，反而有点你看不懂我就对了的意思。弹幕上循环800遍刷屏，我一笑，刷屏的不是粉丝，是一群被气氛拿捏住的路人。想起3年前，王一博还在舞台上拼命跳舞，那时候网上流行一句流量明星不配谈专业。谁能想到，现在轮到香奈儿主动拉他进圈。数据不会骗人。2024年第1季度，香奈儿中国区热度涨了35%，相关视频评论留言多到像春运抢票现场。有人问，这是不是炒作？我看未必。炒作玩不出这种松弛感，炒作学不会那种占中央却像在消失的气质。说起松弛感，真不是随便哪个偶像都能拿捏。一博的表情，既不像教科书里的微笑，也不是刻意装酷，倒像那种刚从赛道下来，汗还没擦干，已经盘算下场比赛的运动员。咱们看惯了流量的套路，谁还指望一个明星能带点真的东西？可你细看王一博的成长轨迹，舞台、赛车、时尚，哪样不是实打实的折腾过来的？香奈儿选他，8成是看上了这种不确定的野路子。网上的显微镜网友也没闲着，视频帧数都快被拆解光了。有人分析他眨眼的频率，有人琢磨衣服是不是限量款，还有人一边喊着帅哥无罪，一边拉黑营销号。娱乐圈和时尚圈这种翻花绳操作，早不是1天2天。去年某位顶流刚官宣代言，转头就被新面孔替代，热度还没捂热，品牌已经换挡。你说王一博这次能撑多久？没人敢打包票，但他确实没让人腻烦，每次都整点新活，像篮球场上的即兴表演，说不出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有趣的是，品牌和偶像的深度绑定，真的好玩吗？有时候挺像两口子过日子，表面和和气气，背地里谁都怕被对方同化。香奈儿要优雅，王一博要自由，谁也不肯先让步。你看国外，梅西和阿迪达斯，碧昂斯和耐克，都是互相成全。国内这几年，流量明星扎堆大牌，结果1年1换，观众连人名都记不全。王一博和香奈儿这锅东北乱炖遇上法式大餐，居然没出锅护卫，反倒香得很。
SEO 关键词：如果你还在关心王一博香奈儿品牌大使王一博短视频爆红时尚圈流量合作，不妨多琢磨琢磨，这背后可不只是数据好看那么简单。我记得有次在活动后台，他坐在角落里，没人搭理，也没显得落寞，反倒像在琢磨什么新动作。别的明星忙着寒暄，他安静的像空气，但只要一上场，气氛立马拧紧。那种能把舞台和现实分开的本事，说实话，不是靠包装能练出来的。你看李娜打网球，易建联拿球冲篮下，都是一股子不服的劲儿。娱乐圈能有几个真把自己活成主角的？大多数人还不是一茬一茬的被热搜收割，连个像样的瞬间都留不下。还有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那天香奈儿活动结束后，后台有工作人员说王一博临走前帮忙把水杯收拾了。小事儿，不值钱，但在一片流量明星只会耍帅的舆论里，反倒让人记住了。你说这算不算松弛感的底气？我觉得这才是年轻人最想看到的东西，不是人设，不是剧本，是那些不经意的瞬间。说到这儿，顺便插一句，网友们有时候看热闹就像拿着放大镜盯着别人家芝麻，自己家西瓜都懒得看。娱乐圈一出事，评论区立马炸锅，什么营销号洗脑、团队操作都能被扯出来。可你看数据，2024年香奈儿中国线上流量和线下话题都涨了，王一博相关内容搜索量接近翻倍。要说纯靠炒作，同行早被卷麻了。关键还是内容本身能打，观众才舍得花时间反复点开。聊回体育圈，这种几秒钟的高光其实挺像球场上的绝杀。乔丹最后一投，梅西换过4人进球，大伙记住的不是全场比赛，而是那一瞬间的心跳。娱乐圈这回也玩出了点体育精神，只要有内容，哪怕只抢到了那几秒，照样能刷屏。就问你一句，你循环了王一博哪一秒？我是真没想到，短短几秒能把香奈儿的流量盘活，也让一堆人开始琢磨松弛感是不是新流量密码。别光看热闹，评论区来聊聊，谁还没被那几秒拿捏过？说不定下一个刷屏的就是你喜欢的偶像了。王一博的几秒钟，为何能成为全网难以忘怀的高光瞬间？或许很多人会疑惑，仅仅几个短短的片段，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甚至让观众一遍又一遍的重播，沉浸其中，久久不能自拔？其实，这不仅仅是因为画面本身的美感和氛围，而更在于这几秒钟背后所承载的情绪、象征和力量感。当镜头聚焦在王一博身上，他的眼神、动作与气场瞬间定格，成为一种无法被忽视的存在，这就是所谓的高光瞬间。回顾王一博一路以来的成长，他的每一次亮相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无数努力与积累的结果。无论是歌手、演员还是赛车手的身份，他都在不断拓展自我，尝试新的领域。而当他站在国际顶级时尚舞台上，几秒钟的镜头更像是一个缩影，将他多年来的沉淀与转变浓缩在其中。那是一种从容不迫的自信，是经历过风雨仍能挺拔向前的坚定。这种气质一旦释放，往往比任何台词都更有力量，比任何华丽的舞台都更能直击人心。观众之所以会反复回看这些片段，是因为他们在王一博的身上看到了理想化的自我投射。短短几秒里，他不仅仅是一个明星，更是许多人心目中对于梦想、坚持和独特风格的具象化。他的一举一动让人产生共鸣，仿佛在提醒观众，只要坚持努力，你也能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闪耀。高光不是偶然降临的礼物，而是一步一步积累出来的必然。此外，王一博的高光瞬间也充满了反差感。他外表冷静沉稳，话语不多，却在关键时刻释放出惊人的能量。那种由静到动，由低调到